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是跟大家讲一下前阵子在中国那边举办的杭州线下聚会的一些内容。那其实我在前阵子就已经看到国服的主播南艺已经有说了一些内容，不过我还是等到官方这边正式发布了一些他们所说的 Q&A。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 Q&A 内容里面有讲到什么重要的东西。首先就是战斗方面的问题，战场拉扯收益太高，战斗太累。那其实这个在我之前跟策划线下开会的时候也是有提到过这个问题，不过当时候他们好像还没有找到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是在之前的影片中，还有最近更新的水晶科技，各位应该也发现到，其实这个问题有在逐渐的改善了。比如说设计一些统帅的技能，如果时常拉扯的话，就会变成说他的野战表现就不会这么好。近期新改版的水晶科技，大家也发现到没有像以前那么快融化了。当部队没有融化的这么快的话，就会减少拉扯的频率。不过当然它还是没有办法完全避免我们会拉扯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的部队在攻击目标之后还是会围成一个圆圈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官方回答什么东西。这边策划回复到，他们已经关注到当前战场存在拉扯的问题，会尽快针对回程移速、刷怒时间等进行修改，同时会为促进不拉扯进行一个完整的优化设计，系统性优化解决拉扯、低俗等战场体验痛点。那么这个低俗的问题呢，也是在我之前跟策划有反馈过的，因为当时候我也是正在打 KVK 因为我们的实力是比对方还要强一点的，那对方他们不出来打架，一直选择做低俗，所以我就跟策划讲过这件事情。但是在我说了这个东西之后，其实现场有工作人员说，其实低俗是他们劣势方能够唯一获得一些击杀的方法，所以他们好像当时候是不想要把低俗这个操作完全移除掉的。但是看来他们也是想要对低俗下手了，但之后要怎么改就不知道。那我们先从他这里一个一个回答来慢慢看啊。这边就有说到针对回程移速的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拉扯的时候啊，用电脑的玩家可以按 R 键，然后让自己的部队回去比较快。所以如果没有错的话，之后应该会把 R 键回程的按钮速度改成跟原本拉回去的速度差不多，或者是更慢。至于刷怒时间呢，我不确定他们会把怒气的时间弄得更长还是弄得更短，不过照理来说应该会弄得更短才对，因为如果弄得更长的话，你就可以拉得更远，如果弄得更短的话，可能你一拉扯你的怒气就会断掉了，就确保玩家能够定点在那边打架，不会时常拉扯。不过详细的细节他们这里就暂时没有说，只是以我个人的看法来说明而已。第二个问题，战报过于透明，连续的部位强敌放大了亏损后的负反馈。那说实话，这个确实会影响到玩家的游戏体验因为如果你每次看到报告全部都是部位强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的报告都是亏的，我不想要再打了。而且我觉得说部位强敌还不算是什么东西，而是你拿了部位强敌，但是你的盟友、你的朋友一直不断的发送一些他们打得很好的报告，比方说500%到1000%左右的报告，这样就会导致到你更加心态不平衡。那我们看一下这边策划讲什么东西，他们会尽快重新设计战报反馈方式，优化体验。至于他们要怎样去设计就不清楚啊，这边也没有讲得特别详细。不过我说实话，现在战报变得太过于透明了，确实会影响到玩家游戏体验啦。第三个反馈，大量工程车让战场僵持站岗。这个问题当时候其实我也是有跟策划反馈过，不过当时候我的说法是说，希望他们不要再设计一些太强的远程，因为会导致到更多玩家使用远程，从而导致你的野战部队越来越少，你就没有办法往前推进，就会导致我们进攻的速度减缓很多。这里策划回答，他们会尝试解决工程箭塔不易进攻的问题，例如调整反箭塔的国王技能，或者考虑调整箭塔自动攻击的逻辑等。那其实现在是已经有国王技能是针对于箭塔，但是我好像没有看过有多少个王国有使用这个技能。那虽然在国际服的箭塔问题没有这么严重但是我看国服的战斗呢，其实箭塔已经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有很多玩家都使用箭塔。下一个反馈，赛季越往后面打越贵，当前活跃的付费能够获取到的资源和治疗加速远不够一场征服赛季 KVK 的消耗。那这边跟各位讲一下，因为在国服那边呢，好像是还没有推出新版的水晶科技，所以他们还在一个旧版的水晶科技，所以他们的资源消耗是很多的。并且我之前也是有跟策划讲过其实资源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因为他们现在有返还资源我是觉得说加速问题比较严重，还有他返还的那个资源呢，只有10%，其实没有什么作用的。
这里策划回答，他们会对各赛季消耗循环经济进行复盘，调整对应资源和加速的投放和礼包设计。又是礼包。我是觉得当前的 KVK 评价系统还蛮好啊，就是看你的 KVK 属于什么等级，然后返还多少的资源、兵力之类的。只是希望他们返还的数量能够再提高一点的话，会更好啦。至于礼包的话，就大可不必了吧，现在已经有很多礼包了，尤其是最近啊，出现很多活动啊，又登峰造极活动，又出现那个秦朝的活动、7000宝石活动，最近又再出现了 KVK， 所以要买很多礼包，最近开销真的有点大。而且还没有包括有一些玩家他们需要特定的礼包，就可能说有一些玩家他们可能要洗练军器，又要去买军器的礼包，所以我反而是不太希望他们推出更多的礼包了。下一个反馈，新进入征服赛季后，玩家很难追赶老区的养成进度，导致无法同台战斗。这个问题我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有跟大家讲过，现在玩家为什么减少的问题，然后新区的玩家对到我们这些征服赛季玩家有什么问题之类的。而且我记得在1年前他们就有想过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从他们今天所发问的问题来看呢，依旧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这里策划的回答，他们已经关注到对应问题，并将在后续为新服提供更加多追赶的渠道。只能看策划之后有什么改动吧，不然新的玩家就会越来越少，可能到征服赛季就不玩了。下一个反馈，军器方面，军器随机性太高，经常测大保底体验很差，并且军器获取渠道太少了，很难提升。并且我是真心觉得出现了保底机制之后，你拿到更加高数值的军器会越来越难。就怎么说呢，之前还没有出现保底机制的时候，可能你洗练10次还是会有机会拿到 2.5% 以上的提升嘛。那现在洗练10次大多数都是拿到 1.5% 到 1.9% 左右，就是 2% 以下的提升。所以对我来说，保底反而没有比起之前更好，只是能够确保你拿到你自己想要的兵种而已。这里策划的回答，他们已经优化了军器的方差，尽量避免运气连续很差的情况。同时他们将考虑增加更加多的军器的获取渠道。那他所谓的军器获取渠道呢，是不是需要付费啊，还是需要用礼包购买呢？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反正不要期望这么高。下一个匹配方面的问题，王国之间社交关系复杂，希望尽量能够减少由于社交而导致打不起来的情况。策划回答，他们正在尝试让更多剧本可以提前组队，降低阵营内的社交复杂度。除此之外，他们还考虑在报名阶段隐藏剧本报名王国，并尽可能结合王国间的社交关系进行匹配调整。关于这个提前组队呢，我也是有在之前的影片中跟大家讲过，你们可以去找自己想要合作的王国组成一个队伍，合作方式呢就有点像神机妙策那样子。但是匹配的公平性会不会变好呢？这个我就不清楚啊，因为官方的匹配系统一直以来都有问题的，所以匹配的问题我还是保持观望态度。下一个反馈，希望提升头部玩家匹配权重，让匹配结果更加合理。策划回答，他们不断的在优化调整匹配算法，并会收集各个对于各个匹配因素的看重情况，会在后续进行调整。这里讲的应该是那种10亿战力啊、20亿战力的玩家，因为现在超过5亿战力的玩家计算方式又有点不太一样，但是他们的战力还是战力，所以会导致到有一些玩家觉得说这样子的分配方式有点不太公平啦。最后一个反馈，皮肤方面，大家希望能够增加更多皮肤梯度，如累积充值皮肤、限时中高级皮肤等。因为我相信现在有多数玩家除了失落之地的城市皮肤之外，大多数登峰造极皮肤都是没有的，也是想要拿登峰造极皮肤，但是没有那个能力去拿到登峰皮肤。这里策划的回答，我们这次收到了很多关于皮肤个性化方面的需求，后续会进行梳理，为大家提供更加丰富且有吸引力的皮肤外观。以上就是杭州线下见面会的 Q&A 问答啦。但是他们这边说到，其实他们这一次的见面会呢，有累积到了70条不同的问题和建议，策划团队也已经逐条进行讨论和分析，其他未提到的问题也将后续进行优化调整，所以还是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啦。不过暂时今天讲到的 Q&A 就只有这么多。至于大家对于这一次的 Q&A 问答有什么想法呢？其实对我来说，这一次的一些 Q&A 问答呢，有很多都是已经正在进行了，已经在更改了，所以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太大意外的事情啦。只不过我觉得减少拉扯还有地鼠问题，这个确实是蛮重要的。那各位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